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花费毕生的积蓄买套房子，不仅可以给自己一家人提供安身居住的场所，也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与憧憬。加之此前中国房价一路暴涨，不少人甚至掏空自己家庭的6个钱包来买房，以为房价会持续增值。直到中国多地房价出现惨跌，也把买房人的美梦变成了噩梦。北京西北、河北的这种度假养老别墅啊，迎来了7斩。曾经是400-500万的，现在100多万可以买一个将近300平的大别墅。300多万买的，现在也就是90多万，90多卖。这个是一个大厅，然后在南向这块是一个落地窗，大家看看啊，毛坯房结构非常敞亮，看上去大厅够大了。厨房，这是厨房啊，可以做开放式的。对，这种房子也能加装电梯是吧？可以，这儿可以预留电梯井在这边。北向卫生间明卫。哦，这是卫生间1层的，还是明卫啊，有窗户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卧室，北向的卧室，也可以做成那种书房啥的都可以，休闲房。楼上有2个卧室，楼上2个卧室，然后2个卧室，地下是2层，下来将近300平。对。房主花费300多万买的豪宅别墅，一天没住过，现在跌到90多万就可以出手了。可见北京房子跌到了什么地步？就连曾经红极一时的学区房也是一路暴跌。北京楼市新政后啊，有房子从近1000万跌到了370万。中介的这个吹牛皮啊，到底也是救不了北京的这个豪宅啊。这个豪宅呢，就是丰某小区。这个小区有多牛呢？我找出2021年新浪财经的这个报道给大家读一读啊。新浪的这个新闻标题是什么呢？探访北京最划算学区房啊，近1000万一套，锁定这个中关村3小。2021年的4月29号成交的一套45平的这个房源呢，总价930万，折合单价高达20.7万每平啊。即使到了2023年3月11号成交的一套同样是45平的这个房源呢，总价还能有这个757万，折合单价呢还有这个16.8万一平米。然而去年10月3号的这一天啊，该小区的这个成交价创下了历史新低。那么是10月3号啊，小区成交了一套45平的这个房源，成交价呢只有370万，折合单价呢是8.2万，与最高点价格相比下跌了545万啊，跌幅达到60%。一名博主对北京房价下跌做出了分析。就是北京房子如果跌到2016年的3月就会很恐怖，现在北京房大概跌到2016年的8月，有些地方跌得狠的有跌40%的，有跌50%，跌得轻的有跌15%，但基本都跌了。北京基本没有小区不跌的现在。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北京房价跌到2016年3月，要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卖房子。但更恐怖的事情再往下跌，你发现就卖完房子1分钱不油，1分钱不油就造成银行拍卖你房子的时候，银行也收不回来，会发生资产负债表坍塌，坍塌出现之后就会发生金融性崩坏，崩坏之后就发生1992年日本泡沫，就跟那一样。曾经是中国4大1线城市的深圳，现在房价狂跌。我妈说我是个败家子，买套房还要亏200多万。你先别哭了，别哭了。你想想我买了3套房，赔了800万，月供12万，亏了1000万。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身价过1000万，现在一夜归零。当时他在高位买了2套华润城，总价3500万，贷款2300万，月供12万。本想着一夜暴富，没想到华润城跌到14万一平，2套房跌了近1000万，天都塌了。一夜之间，整个深圳都在卖房，100个人里面有95个人在挂盘。现在根本不会有人问你房子买了吗？买在哪里？只会问你房子卖掉了没有，卖了多少钱。现在有房一族反而被人笑。目前深圳二手房挂盘量已经逼近了7万套，每天新增上百套，光新房的项目就180到200个。诚心卖房的业主呢，价格是一降再降，可是连个出价的人都没有。上海房价猛跌，让业主们心酸不已。真后悔买房了，我前几年200多万买的房子，大家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同小区卖130万，还没有人要。我还借了10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还5000多，还要再还28年。我现在在想，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可能也就只能卖个100多万，刚好够我还房贷钱，这相当于是70多万白白就蒸发掉了。到最后就是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房贷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大杠杆。过2天这个门一旦我走出去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进来了。昨天老公把人那个房子89万给卖了，那可是我们一分一分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
16年的时候，房子就开始涨，天天的涨，夜夜的涨，年年涨，一直涨到21年，我们恐怕买不上了，自己攒了点钱，然后在双父母的帮助下，终于买了这个家。还还个屁个房贷！这房贷谁爱还谁还，我是不还了。我用全部积蓄28万的首付买了110万的房子，现在房贷差不多还有80万，但我的房子中介说现在只能卖60万。如果我现在把我的房子给卖了，我还要倒给银行差不多40万，我还白还了6、7年的房贷。广州的房价也是一言难尽的下跌。广州楼市最大的瓜来了，广州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网红，如今集体翻车，业主们简直欲哭无泪啊！广州有多少人在断供，你知道吗？现在广州法拍房的数量6万多套，这个数量每个月还继续的在增加，而且还愈演愈烈。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断供，根本原因就在于房子贬值的速度太快了。我说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碧桂园的业主他断供了，他的房价呢是19年最高的时候买的，1万多块钱一平，总价呢花了115万，贷款呢贷了80多万，现在还了4年的贷款，还欠银行70多万。最后他的房子呢现在跌到了5000多块钱一平，那房子的总价呢现在是60多万，就算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他还欠银行几万块钱。他跟我说他宁愿断供也不想还这笔贷款了，而且他身边很多的邻居也是这样子断供了。身边有多少朋友因为买错了一套房，把一辈子都给搭进去了，他们有错吗？沿海的福建省福州市的房子也是一路下跌。我这套房子原来人家出我370万我都没有卖掉，现在182万我也愿意卖掉了，你赶紧帮我卖一下呀。我的房子被拍走了，也不知道是谁拍的，84万9你也要那么贵，已经交了20个 W 保证金了，我后台已经看到了，我的首付30多万就没有了，我名下就这么一套房子，我现在啥也没有了，在这里要心事了。这边问题是我的房子就算是被批了，我欠对方17个，到他手里也没有多少个呀，84万9减去74个按揭我还可以申请我的房租，因为我是唯一的房子，他得给我安顿我的住处，到他手里也没有多少我的房子没了，我还欠对方10几个 W。 不少人买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学需要，就拼尽全力买了学区房，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似乎是跳进了火坑。为了孩子能上学，买了所谓的学区房。当年老公说不买，我比过年的猪还难摁，甚至担心买晚一点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房价最疯狂最高的时候入手了，也成为了最惨的那帮房奴。在这里我要恭喜一下那些没有买房的朋友，你们成功避开了一个绝世大坑。当年买房的时候人山人海，要排队，要摇号，南向的还要另外加钱，大家还抢着要。现在想想哪里是买房子，明明是真的跳火坑。房子总价500万，首付就给了150万，供30年，每个月1万8，我供了5年我今天看了一下贷款数据，我心都凉了。5年108万里面，本金才30万，我还要再供25年，等供完房子我都老了。这几年我们夫妻2个早出晚归，辛苦奋斗都被这个房子吸光了。我没日没夜的守着这个火锅店，2个人拼命挣钱才能还得上房贷。像我们这种房奴根本就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倒下。我们普通人买房子就相当于把自己30年的青春卖给银行，当30年的牛马。江苏省昆山市曾经聚集着大量的台商，但是随着中共不断的施压，台商纷纷撤离这个制造业重镇，昆山经济不断下滑，房价也是大幅下跌。这些买房变噩梦的业主中，不少曾是收入较高的精英。昆山的房价从550万跌到了388万的一个9龙湾业主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他说谁愿意还房贷就把房子送给谁。房子是2020年买的，188平的一个大平层4房总价将近600万，首付呢付了200万，贷款贷了400。之前呢每个月月供是2万4，现在利率下调了嘛，每个月也要还19000多，4年多的时间总共还了本金，大家猜多少？22万，4年还了22万的本金，光利息就将近90万。现在尴尬的是什么？这套房子它卖出去，顶多值个388万，而且还有可能更低。如果说他把房子卖掉，
不仅200万的首付跟110多万的月供利息要全部砸进去之外，而且还要倒欠银行钱，于是他选择了断供。他说大不了就把房子给银行算了，对吧？也算是及时止损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银行把他给告了，而且还要他承担额外的罚息，大概10万多块钱。案件受理费呢是2万多，保全费呢5000多，银行委托律师费大概是3万多块钱，这又是10几万下去了。除了承担这些费用之外，他前后加起来月供首付乱七八糟的要赔进去300多万。也就是说他把35岁之前的所有积蓄全部赔进去，同时还要上失信人员名单。用他的话来说，为了这套房子，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失去了一切，现在却落了这么个下场。中国经济是肉眼可见的持续恶化。据中共财政部透露，2025年中共军费预算是1.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2%。这也是从2022年以来，中共军费预算增幅连续第4年超过了7%。2022年，中国百姓遭受中共强行封城的苦痛，很多公司、工厂纷纷倒闭。这几年下来，中国经济不断的恶化，但中共呢，却把大量金钱用在了军费上。2025年3月6号，台湾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副教授张正修在 New Talk 新闻上专门指出，中共军费持续增7.2%，显然表明中共政府并不在乎中国经济是否复苏，而是在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扩张军备。这也明显看到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时代不要裤子要孩子的幽灵又渐渐地浮现了。中共不想着怎么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而是想着继续扩张军备，而各行业的民众仍在苦苦的挣扎。不卖了！今天星期6，一共就卖25块钱，还让人活不？这街上有修路，2头路都堵死了，听说修路都得3个月。你说我这一屋子货怎么办？现在就这种情况哦，几百台机器全部停工了，没有订单，全部停工了，几百台机器全部停工在这里了。公园人山人海的，你看就是不消费，你看喏，现在这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一天这样子，明明以前一天卖个几千、7、8千，有1、2万的，现在一天卖几10块钱。在中国，拥有一套房子曾是让人羡慕的事情，但现在呢，却变成了很多人的噩梦。很多人都是在听信中共那些所谓的运用专家学者的话，纷纷怀着激动的心情用积蓄买房，结果烂在手里，到最后成为房奴，甚至还面临着还不起房贷，卖了房子还欠银行一笔钱的困境。即使是断供，也深受损害。正如上述业主所说的，这哪是买房，这是争着跳火坑，而那火坑那边的中共当局却通过银行坐等割韭菜。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